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小罗啊，是一个线下的单口演员，也是一个喜剧编剧，会写一些 sketch 什么的。去年爱奇艺有个节目叫1年1度喜剧大赛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？我是那个第2季的编剧啊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写的作品叫《社畜的愿望》啊，不会耽误你们很长时间，因为被剪了只剩25秒。然后我之前有另外一份正经工作啊，辞职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工作强度太大，身体吃不消了。我辞职之前做了一次体检，你知道那个体检报告如果指标偏高的话，在那个数字边上不是有个向上的小箭头嘛，对吧？我打开我的体检报告，几乎所有箭头都向上，我以为我升级了。真的太累了，我辞职之后没事干，我在家玩吃鸡啊，我都玩进去了。我说这不就是我吗？啊，天天背着个小书包，没事就找个地方蹲着。一天到晚收到。我之前是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，我觉得从事业单位辞职有很多很微妙的感觉啊。首先你没有办法跟你的父母开口，对吧？你跟他们说爸妈我决定辞职了，他们听到的是爸妈我决定去死。然后你的朋友也没有人关心你啊，也不给你介绍工作，也不关心你，就天天阴阳你。我辞职之后过了2个月，我跟我朋友去吃那个冷面。然后走到饭馆里面，我那个朋友就说：“哟，这不是你刚丢掉的铁饭碗吗？”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事业单位工作的，一天到晚被人家阴阳，我觉得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嘛。之前我说我是事业单位的，然后对面的人就会说：“啊，我知道，你们福利很好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到手7、8千块钱没了。”他说：“哎，我知道呀，福利很好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”你感觉他讲话像暗访一样，不是我每次都说，哎，我知道，我说好，行，我知道，我说账面上是8000，好吧，其实每年中秋节发1桶油。我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写一些搞笑的短剧、脱口秀、商务、企业年会，这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现在。然后会接触到一些甲方，其实我是一个很适合当乙方的人，我耳根子超级软。我是一个耳根子非常软的人。我们抽烟的人坐动车啊，坐到那种5分钟的大站，我们不是都会下来抽烟吗？但是不到1分钟，那个乘务员就会叫你上车。但是他叫我上车，我就会上车。我每次上车之后，我坐下来之后，我透过车窗，我就会看到一个大哥在那完整抽满5分钟。我感觉他能干大事，他能追动车。我超级适合做乙方，我是一个耳根很软，我对甲方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情绪，我对甲方就唯一的一个要求，我衷心的希望全世界的甲方都能明白一个道理，叫1分钱1分货。真的，我半年前我遇到过一个甲方啊，就你说他不懂喜剧吧，他又看过电视，假模假样的在看你的稿子，说，哎呦，这感觉跟那个电视上都不一样啊，感觉跟那个什么果的都不一样啊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们线下演员跟线上演员写的东西都不一样的吗？”我还很耐心跟他解释，我说：“老板是这样，我们线下演员呢就好比是那种普通的安卓机啊，线上演员呢就好比是 iPhone。我们做工虽然没有他们那么精良，但是功能是差不多的嘛，对吧？你非要说有什么不一样，那就是有些格式我们这边可以，他们那边不能播嘛。”我说：“老板，你看过电视，我们就更好沟通了。哎，你看这个段子，你看这是不是至少一个灯？至少一个灯。”他还挺懂，他说：“一个灯哪行啊？一个灯都要被淘汰的呀，起码要3个灯吧。”他说：“我很喜欢那个刘海，哎，喜欢那个刘海。”他跟我说：“你就跟他写一模一样的嘛。”我能跟他写一模一样的，我为什么不上电视呢？对吧？大家聊天真诚一点嘛。那你那么喜欢徐志胜，你为什么不找他来写呢？该不会是因为请不起吧？对吧？1分钱1分货，你花的就是普通手机的钱，你为什么要去追求 iPhone 的品质呢？你会在手机店里面拿着一个1000块钱的安卓机说：“哎呦，这跟那个什么果的都不一样啊。”就一个摄像头啊，一个摄像头淘汰了，人家3个摄像头啊！哎呀，我喜欢那个刘海，喜欢那个刘海。其实我辞职的原因很简单，是因为我上一份工作的作息非常的不规律。我现在是一个被动的在全职做喜剧的状态。我现在作息非常规律，每天写稿写到早上5点。我觉得人在这种时刻就是什么阴暗的想法都会有，很想抄袭。
很想抄，尤其那种一次性的商务稿件，阅后即焚，没人发现了，就靠自觉了。什么君子慎独啊？君子慎独是因为君子没有熬夜熬到5点。但我又觉得我应该堂堂正正的挣钱，我是不是应该站着把钱挣了？但是现在已经5点了，我知道我 Ctrl+C 加 Ctrl+V 我就能下班了。我在凌晨5点钟，我天人交战，我又想站着挣钱，我又想早点下班。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就把键盘上的 Ctrl 抠掉了。我发现我在生活中是站起来了，在游戏里我蹲不下去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罗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罗啊，是拿了一个金牌啊，其实没什么意义，就招人恨。抽到3封挑战性了，就很招人恨。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。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，不知道你们玩过，叫《水浒传英雄卡》，很久远的一个游戏，就是你吃一包干脆面会获得1张英雄卡，然后一人出1张，然后大家在那翻过来，就是你啊，其实就是赌博嘛啊，只不过赌的不是钱啊，是大宋的气运。我们那时候巷子里面有很多小流氓啊，他们很变态，他们会喜欢抢你的英雄卡，我觉得非常的变态，因为他们明明可以抢你的钱，对，他们就抢你的英雄卡，对吧？很奇怪，就好像你去洗劫了一个赌场，然后把人家扑克牌拿走。我觉得，因为他们抢我的卡，是因为我的卡里面有一种卡叫金卡，你知道吧？就它的金卡其实也是普通的卡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商品一有这种差异化之后呢，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。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去制造这种差异化。有一年父亲节，我去一个奢侈品店，想给我爸买个皮带，我自己试完之后，我说你好，这款不错，但我爸比我胖，你们帮我拿长一点的。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1000，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啊？你是奢侈品啊，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？啊，那你牛仔裤破洞的时候能不打9折呢？你在防我什么？你怕我买3条之后嘎出来做1条新的吗？难道真的会有人因为所有长度的皮带都一样价格，就故意去买最长的那1条吗？然后绕了一圈之后，当啷一个尾巴在后面。别人问他说：“你这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我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。”我觉得奢侈品你就要好好给人提供奢侈的感觉就可以了嘛，对吧？我给我爸买皮带，我就希望我爸戴上之后，别人会说：“哦，你儿子有钱，对吧？”现在我爸绕了一圈之后，只能到这里。别人看到说：“哦，你儿子有钱，但不多。”我爸也奇怪说：“怎么我儿子勒紧裤腰带，给我买了一个勒得这么紧的裤腰带？”电子产品也是这样，科技产品也是这样，好好的产品设计完了，莫名其妙多一个 Pro 出来，莫名其妙什么东西都有 Pro， 现在连冰箱都有 Pro。冰箱，我看到一个冰箱 Pro， 它的区别是它有一个专门放水果的小抽屉，哇，这也太 Pro 了。没有你这个抽屉，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。然后它还有一个 WiFi 功能，它还有一个 WiFi， 我一个冰箱为什么要连 WiFi 了啊？你是怕苹果在里面信号不好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有一次去买一个那种智能手表，2款普通跟 Pro 长得一模一样。我说我眼神不好，这款 Pro 是大一点吗？是什么？他说是的，先生，内存更大。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呢？啊，能存住时间吗？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，这款 Pro 呢，它有一个血氧功能啊，它可以测血氧。哦，朋友们，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血里有氧。我说 OK 不抬杠，那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？他说血氧低了会头晕。我说我不用看表，我也知道我头晕啊。我想问，现在科技是已经溢出了吗？哈？为什么这些发明家你们是不在乎人类？我觉得科技是应该用在刀刃上的嘛，什么东西都拿来乱升级。你看我们人，我们本来洗衣服，大家都是用肥皂，对吧？用的好好的，然后就有个小机灵鬼跳出来说，要不我们把它磨成粉吧，然后就有了洗衣粉。然后过几年有个更聪明的人跳出来说，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，然后就有了洗衣液。到这一步就很奇怪了，我自己洗衣服也会加水的呀。最近还有一个更变态的发明，是把洗衣液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，叫什么洗衣灵珠啊？说扔到洗衣机边转之后突然爆开，你要干嘛？你要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吗？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，衣服突然就死了。
我有个朋友，他就是卖洗衣凝珠的，他就是卖这，他跟我解释说，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呢，是因为包裹的那层膜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技，因为它遇水即化。我说这么牛的科技，你不应该拿去包蟹肉棒吗，朋友？反正我买了一块没有血氧功能的手表，我可以接受功能溢出，但你至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炫耀吧。我这功能我怎么跟他炫耀？说朋友，你看现在92、100。我觉得手表就看时间的东西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手表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奇怪的价值观。我有朋友跟我说，电子表都是最 low 的，最厉害的表都是上发条的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电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吗？富兰克林当年为了发现电的存在，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，把钥匙挂在风筝上面去放风筝，这多危险啊！风筝被吹跑了都没有钥匙回家。我有些朋友会戴那种很贵的表，天天在我面前跟我炫耀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表相当于你老家的一栋楼，我说什么钟楼啊？什么叫相当于一栋楼？他跟我说他的手表相当于3线城市的一套房，我当时就觉得他手表好耀眼，我感觉看他的手表要找一个中介，而且他那块手表还是改装的，我真的不能理解。朋友，你已经有一块30万的表了，你还要去改装它？如果我有一块30万的表，我要改装它，我只会把证书镶在上面。他问我说：“你见过改装的表吗？啊，你见过改装？”我说：“我见到是见过，柯南有一块。”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吗？我问到后面我都有点生气。我说：“朋友，就是我们走的时间是一样的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吧？啊，怎么时间就是金钱？我们是汇率不同。”他说：“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来说说你的手表有什么厉害的功能？”我就后悔没买那个带血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罗，谢谢。大家，来，我们先回到人间一下吧。我们先我要讲一个我其实从来没有讲过的素材，就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船员，就是在开那种商船，在远洋做驾驶员，开那种大集装箱什么的。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感觉这个工作就是浪漫而自由，但是上了船发现就是这个船上呢就是偏偏没有自由，你知道，就是我们这工资很高，但是我们工资高都是拿我们的自由换的，就感觉很像在坐牢，你知道吧？就只是坐牢的人他是先挣钱再失去自由，我们是每个月按时给的。我们其实一出海就7个月，一出海就要跑7个月，你知道7个月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，7个月210天，你可以养成10个好习惯。你要是实在无聊，你甚至可以先养成5个好习惯，然后再戒掉5个好习惯。出海半年，归来仍是不良少年。我本来想我环球旅游吧，我是无聊，那我就当环球旅游了吧。但是你知道吧，就不是你决定的航线，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派我去非洲，就一直派我去。我本来有一些航海梦想，想要致敬各路伟大的航海家，但我感觉我一直在致敬郑和。我天天待在南半球，我感觉我头上的旋儿都反了。就是你知道，在南半球待久了，你会特别想念北方。你会特别想念，我好想念我北方的福建老家。我做实习生的时候，反正还是有很强烈的航海梦想，但我发现那些老船员，就是他们完全对这些一切都非常的麻木，他们觉得这个什么航海就是上班，他们觉得一切都很麻木，见怪不怪。有一次我夜航过了一个群岛的时候，我甚至看到过一个火山正在喷发。我说哇，好浪漫！我说二副火山，他居然跟我说，哇，我来了好多次了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灯塔。灯塔没有冒烟的吧？人家虽然落后，也不至于灯塔烧柴火吧？他对一切都很麻木。我就像有一天我告诉他说，二副路飞那里有个路飞，他会跟我说，我以为是个渔夫，他来了很多次了。那我们去非洲，我们其实是要经过很多海盗区的，我们是要经过海盗区的。这班人连防海盗都防的一种班味很重的感觉。就是他们防海盗是防给公司看的，好像就是海盗来了无所谓，但是如果公司发现你没有好好防海盗，可是要扣工资的。我们会在船舷边上弄那种一圈一圈那种高压电网拉一圈，其实都没有通电，因为怕电到自己人。然后会挂一个牌子，上面写高压危险，
写的中文。他说这个电网是国家电网吗？不是海盗连海盗英文都不一定看得懂了，写中文，你说怎么你就赌海盗里面有中国人是吗？就中国人只骗中国人。然后他们会在船舷边上放一个那种稻草人啊，假装有一个人在那里瞭望。我说都这种时候了，咱就放一个人在那边会怎么样呢？你放一个稻草人在那边，你防海盗还是防海鸥啊？对吧？而且你就是稻草人没有成本，那你要放你就放一排嘛，你就放一排稻草人。万一海盗读过兵法对吧？他一看哇，草船借箭。然后他们请那种为了贪便宜，请那种3个那种安保人员上来保护我们。那3个安保人不知道哪个国家请来了3个，枪都开不清楚。上船之后要试枪，我们扔了一个油漆桶在船尾飘远，他们就咚一枪打不到，咚一枪又打不到。我说那完了，油漆桶都打不到，那海盗要是化妆成油漆桶，那你不是更打不到？然后那个船长就很淡定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不要急嘛，到时候就打到了嘛。”我说这怎么让子弹飞啊？现在啊，什么叫到时候到什么？到30年后子弹正中眉心啊？我说你这个枪厉害了，你这个枪打出来子弹延时效果的啊！你这什么弹道啊？你这个弹道是衰迟弹道吗？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跟着我们跨越印度洋，绕过好望角，嘣嘣嘣就跑到那个西非的一个叫几内亚湾的地方抛锚，一个锚扎下去，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走了，然后海盗就来了。哦，真的，但那西非那边的海盗，它不是那种很吓人的海盗，它是那种冷兵器海盗。它的工作模式是半夜偷偷到你的船边，如果你没有发现它，它就会上来抢你的东西。但如果你发现它了，它就会假装自己是在捕鱼。它这个工作模式很特别。我们一般是上班摸鱼，很怕被发现，他们是一被发现就开始摸鱼。然后你知道，然后我们其实大概在那里抛了30天的锚吧，30天锚。然后那帮海盗就天天来。其实到后面我们都很熟了。然后来了之后打个招呼，他就发现我们戒备森严，然后就很落寞的离开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领导交代说，嗨，今天又摸了1天鱼。但是你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只是7、8个人钓上来3只秋刀鱼的，但是他们每天来，每天都抢不到东西，每天开始捕鱼，他们捕上的鱼越来越多。我到了进港前，他们看每天有时候能钓出10几条秋刀鱼上来。真的到进港前哦，他们有些不怎么来了，可能是发现就是捕鱼可能比做海盗挣钱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结局，对吧？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我大概跑了6年船左右，跑了大概6年船嘛。我觉得到了后面真的是这样，我明白，就是什么浪漫的东西，你经常去之后，你就会很麻木，你对于一切都会变得很麻木。就是我觉得陆地上的人可能都会在说什么我很想要去马尔代夫，对，我想要去马尔代夫。但如果你经常去非洲，你要经过印度洋，你就天天经过马尔代夫。你经过马尔代夫，就跟你经过一家路上的卖某劳一样，就是有的人还说什么心中有海，哪里都是马尔代夫。你人在海上，你心中就只有卖某劳。你在船上你吃不到，你船上你就只想要吃你吃不到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船上有大龙虾，但你只想吃小龙虾。因为船上我太想吃卖某劳，因为大厨不会做，你知道，大厨会做华某式，但他不会做卖某劳。大厨会帮你做好什么汉堡，然后牛奶，然后苹果切片放在那边。我说那玩具呢？我记得我最后一个航次大概有跟几个实习生在国外靠了一个港口，然后下地之后，他们跟我一起下地。我说你们准备去哪里玩？他们说三副我在网上查了一个沙滩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我说去沙滩？你们该不会是要去看海吧？我说我不去。他说那三副你要去哪里？我说我去码头整点薯条吃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罗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罗啊。然后我也看了播出了，非常的羞耻，感觉在电视上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一点都不像喜剧之王。我感觉我跟他们站在一起，感觉就是那个画面是喜剧之王和他们的朋友。其实我是这个组里面分数最低的一个，有一种名校里面吊车尾的感觉。我高中就是在一个名校里面吊车尾。高三的时候想要最快的提升成绩的方式就是把作文写好，因为那个分数真的很多。但是我的文风怎么说呢？就是梗很多。然后我们老师说你不要用那么多奇怪的修辞嘛，让我写一点内容深度严肃的东西。他推荐我去看一个叫许知远的人的书。看了，真的买了《中国纪事》《纳斯达克的一代》，买了一堆。我背了很多许知远的金句。我上考场之前，我脑子里都是许知远的金句。我本人高考作文第一句话：这个时代病了。
0分，因为大梗不能放在开头。我就是挺喜欢修辞，我就喜欢细枝末节的东西。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因为太注重内容而忽略细枝末节的重要性。我是一个福建人，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为什么福建人对于一个食物最高的尊重，居然是不放盐。我妈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是：今天这个汤很好，我故意没放盐。我说你不应该是不小心没放盐吗？你的越贵的食材，他们就越不放盐。比如说老鸡汤，他们是不放盐的，但是普通的小鸡的汤，他们就放盐。怎么鸡是越活越咸吗？还是老鸡会跟小鸡说，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？老鸡也很无奈，说我一片真心换来了一个无盐的结局。我是属于那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那种人，吃不来什么食物的原味，就喜欢调味料的味道啊。就这么说吧，13香小龙虾跟13香澳洲龙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，就什么钱不钱的，喜欢的就是王守义这个人。我当时经常求我爸妈，我说我们放点盐吧，不放盐不好喝。他们就会说，哎，暴殄天物，我们放盐就暴殄天物。他跟我说这个汤很好，不放盐就很好喝。我说那放了盐不是应该更好喝吗？哎，这个道理是不是像如果有一个帅哥，他长得很帅，他剃平头穿白 T， 他就可以很帅。但是问题是，帅哥留了发型，他穿了西装，他只会更帅啊！你不会说一个帅哥穿西装是暴殄天物吧？你只会说哇天物我一个暴殄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他们跟你说这个汤不能放盐，因为这个汤很补。哇，这句话我真的从小听到大，7、8岁就开始叫我补，我都不知道7、8岁我要补什么。每次学习成绩不好就一碗猪脑放在那边，学习成绩不好应该补什么？应该补课啊，应该补什么？我不是不尊重这种食补的概念，但咱们就说吃啥补啥，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太简陋了啊？我们闽南地区有一个风俗，就是说吃那个猪脚面线是驱邪的。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人坐牢的话，出狱之后要吃一碗猪脚面线，这个是在补什么？是说当时跑得不够快，所以我邻居家小孩就特别喜欢，就特别听大人说话，很爱喝汤，喝汤长大，真的特别补，没到30岁就痛风了。他现在追求是一个东西应该毫无营养，他身体负担太重了。我半夜问他，他问我要不要吃夜宵，我说吃啊，吃什么？他说吃垃圾。他连食品2个字都不加，吃垃圾。我们2个对话像2只流浪狗在对话，走吃垃圾，走吃垃圾。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极端了吧啊！追求毫无营养，我觉得商家也非常配合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饮料或者零食的配料表？里面会写蛋白质0、糖0、卡路里0。你没有，你写它干嘛呢？配料表就是食品的简历嘛，对吧？你会在你简历里面写4级没过，小提琴不会。什么都不加，还居然很骄傲，你知道？我最不理解是无糖可乐。无糖可乐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可乐叫肥宅快乐水，没有糖你还快乐什么啊？没有糖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甚至都不是真正的可乐。肥宅再也不能快乐了，肥宅只能安康，快乐啪没了。因为我觉得饮料、零食、汤这些都不是必需品，你是因为来享受快乐的。你享受快乐的时候，就不要老想着提升自己了。有没有那种朋友，就是你跟他一起看一个英文电影，看着看他突然说，要不咱把字幕关了吧？啊，我们来练英文。哦，我真的2分钟就睡着了。他问我说：“你记得电影讲什么吗？”我说：“我记得，电影开头有一只狮子在那边啊。”我为什么要在休闲的时候练英语听力啊？对吧？好好的一句台词，阿甘说：“妈妈说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。”我满脑子都是 A， 阿甘的妈妈喜欢巧克力 ；B， 阿甘是一块巧克力 ；C， 巧克力的价格是9磅15便士。就像你听脱口秀，很多人都很希望脱口秀有教育意义，如果内容跟梗是一样重要的。你说皮之不纯，毛将焉附？但毛之不纯会冷啊。你不可能听了10分钟脱口秀完全不好笑，但是说但这段表演很有营养。我觉得脱口秀就应该好笑嘛。有人说你肯定是羡慕那些比你有内容的演员，线下专场卖票卖得比你好，说我肯定是吃醋了。我说哎是，但我喜欢吃醋，因为醋也是调味品。我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个饺子。谢谢大家，我小文。哎，大家来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老，我爱你们，也爱自己啊。对，最近写稿写的有点焦虑，其实想每一期都带给大家不同风格的稿子，真的已经绞尽脑汁，我都想要不我写 one liner 好了，反正这个赛道已经变成蓝海了嘛。有点焦虑，你知道，我现在写稿有点注意力缺失了。就是我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，我现在看书完全看不进去了。我每次坐动车来上海都会带一本书，到了终点就看了2页，我说怎么行万里路读2页书？真的，我现在包里还放了那本书，是一本张爱玲，现在赛程已经过半了，第一炉香还没烧完。我现在连电子书都听不进去了，我听那个武侠小说，满脑子想的都是现代的事情。我有一次，我听到一个情节，《神雕侠侣》里面那个黄药师跟杨过2个忘年之交啊，在那个酒楼上喝酒，然后遇到敌人，杨过就先冲上去打，就很奇怪啊，残疾人先上。更奇怪的是黄药师他不帮忙，他兄弟在那打架他不帮忙，他就在那喝酒就算了，他还说了一句很气人的话，他说杨兄弟这套黯然销魂掌使得真是目眩神驰，我今日便要以杨兄弟的掌法下酒。我听到这个，我说掌法下酒。那不就是划拳吗？掌法下酒5、10、15，你杨兄弟都只能出到5。焦虑啊！其实我最近在尝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清爽一点，我在尝试戒烟了，因为我感觉我被烟困住了，这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是想抽烟。我只是习惯了在这个时候要抽烟而已。比如说走路的时候，走路本身是很无聊的嘛。当你走路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根烟，你就感觉这段路走的不亏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完全不喜欢走路，1公里都要打车的那种人。但如果你给他发一根烟，你说走走，他就跟你走。一根烟抽完了又走不动，再给他发一根还能走，你感觉像在投币啊。我觉得你给他2条中华，他可以徒步进藏。所以我就想着，要不我就出门不带烟了嘛。结果我烟没有戒掉，非常的恋家。其实出门不带烟，主要就找朋友要嘛，就找人蹭烟，反正他们都会发烟的嘛，他们给什么我就抽什么，就跟化缘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法号戒烟。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老是不带烟，他们就不发给你了，他们只会发给有烟的人。我说你发给我呀，他们有你发给他们干嘛？你发给我呀，你发给他们只是锦上添花而已，你发给我才是雪中送炭。我就要你一块炭，火我自己有。有的人会建议我用电子烟来戒烟，说它这个东西可以替代真烟，你抽电子烟吗？我其实有点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电子烟它抽的那个东西是叫烟油嘛，对吗？那不是我们过滤嘴过滤掉的东西吗？啊，你抽那不相当于口罩摘下来反面拿来插嘴吗？我之前看人咕噜咕噜在我边上抽电子烟，感觉很像你吃火锅的时候撇了一碗沫子，然后边上说哟，咵一口给你干。我是试过的，完全没有用，造成的结果就是我抽完一根烟之后，我需要抽一会儿电子烟透一透，有种原汤化原食的感觉。他们跟我说，哎，这个可以替代真烟的，因为它也有尼古丁。电子烟最傻了，就是它也有尼古丁。尼古丁不是烟里面最差的部分吗？我为什么要找个替代品，只留下最差的部分？你会跟你朋友说，哎，你失恋了吗？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，他一切都好，但是也出轨。这么电子烟还科技革命啊，叮铃咣啷一顿革命，皇上留下了。我就觉得你保留了电子烟，它不是变成了一个纯上瘾的东西了吗？啊，哎，假如你看电影里面有一个人物他在抽烟，你会觉得是人物需要、角色需要，对吧？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物他在抽电子烟，你会感觉是演员需要，是吧？我就觉得用电子烟来替代真烟戒烟，就是完全是自欺欺人，就好像你说哦，我减肥我不吃碳水了，然后这边挂着葡萄糖，然后还安慰自己说我这不是一般的葡萄糖，我这个是薄荷味的斩铁剑微醺葡萄。我其实觉得，我说实话，有的时候我是想要戒掉瘾，但我不想要进入另外一种成瘾。有些人有的时候会为了摆脱一种束缚，会进入另外一种束缚。其实我当时学抽烟呢，也是想要摆脱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很廉价的叛逆。但是我有时候会想，这个事情它真的叛逆吗？啊，真的叛？老师不让我抽烟，我就去抽烟；老师不让我留长发，我就去留长发。
我也太好控制了吧？如果老师有天跟我说你可以抽烟，但是你不要吃槟榔，我说好，老师，那我去吃槟榔，对吧？我就有的时候觉得，其实我不是叛逆，只是你想做一些别人不让你做的事情而已。所以我其实现在想，我也许看不进书，但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课外书，现在看不进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课没了？就像我当时选择跑船，也是不想被现实中的事情困住，结果我被船困住了。但恰恰我唯一一次成功的戒烟就是在船上，因为你买不到就没得抽嘛。而且我在船上的时候，是我看书最看得进去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想，要不我去船上 gap 1年吧，然后我就翻我的证书，我发现已经过期了，更想去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罗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罗，大家好。很开心可以录到决赛，快下班了啊！对，其实写单口本身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开心，我觉得到决赛也很不容易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野心，想一定要获得什么。这件事情，感觉有的时候跟同行很难对齐。就前段时间，大概1年多前吧，我来上海讲开放麦，我们俱乐部的人就叮嘱我说：“你去上海，你要想办法被看见。”我说：“我又不是鬼，怎么是谁看不见我了？我去哪里被看见？”我去那种脱口秀演员专门去的酒吧，然后一有明星出现，我就抱着一瓶啤酒在那边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没有什么野心，其实我就写段子本身快乐而已。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一直在被教育，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情才能够快乐。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一个玩具叫4驱车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。我当时很想要一辆，我就跟我姐姐说能不能买一辆给我。她就说如果你现在就要，我就只能给你买盗版。但如果你能忍到期末考结束，我就给你买正版奥迪双钻。我说那我当然要盗版的啊。期末考结束谁还有心情玩4驱车啊？而且4驱车盗版的会怎么样吗？他会跑到一半停下来叫你输入序列号吗？但我真的太单纯了，我姐姐给我送我的那辆4驱车啊，它是后驱的，它甚至都不用电，你只要把它往后拉一下。其实我取这个名字，艺名叫小罗，就足以证明我完全没有野心了。因为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甚至没有查重一下有没有另外一个演员叫小罗。就有的，你们知道上海有个演员叫小罗的吗？就我讲了2年单口，我才发现，我就在微博给他发私信，我说你好，我也叫小罗，我也说脱口秀，请问你会红吗？我想说你要红，我可能就要换 ID 了。他就很大度，他说放心吧，我不会红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问我你会吗？其实名字也是个代号而已。我之前有个更朴实的名字，就是我妈妈本来给我取名字叫罗雨生，因为我是下雨天出生的男孩，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取名字就是这么随便，下雨天出生就叫雨生，刮风天出生就叫风声，教室里风声雨声读书声。后来我妈跟我说，我改名没有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年，我的老家经常下雨，有太多人叫雨生了。你在小区里面喊雨生，会有4、5个雨生跑出来，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？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。我出生在福建西部的一个靠山的多雨的小县城。如何多雨呢？就这么说吧，17岁那年的雨季，雨停的时候我都20了，极其多雨。县城不像城市市政建设那么好，会有很多积水，下过雨很多小水坑。我整个童年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有的小朋友他自己全副武装，他穿了雨鞋，他就会故意去跳那个水坑，然后那个水就会溅在你的小白鞋上面。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霸凌，他不亲手打你，他让你的妈妈替他打你。你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穿了雨鞋，他就故意踩水坑，他干的地方他就不踩了，他是这样跳着水坑回家的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画面，就你们玩过打水漂吗？就老师说放学了，小朋友就回家了。后来我索性我受不了了，我就开始穿那种3、4块钱一双的塑料凉鞋。那个很好，你们塑料凉鞋不怕弄脏，对吧？甚至一场大雨过后，它更干净了。我是一个凉鞋爱好者，我9岁的时候跟着我们全家搬到厦门这个城市，当时我就天天穿着凉鞋。但我发现，就是城市的小朋友他们不穿凉鞋，
他们甚至觉得穿凉鞋非常的土。哦，我觉得你们真的不懂，我就在等一个下雨天，我要在下课之后给你们上一课。你知道城市的小孩就是会比较时尚一点，对吧？有的妈妈会把自己小男孩打扮得特别可爱，穿那种黑皮鞋，袜子拉得高高，头发烫得卷卷的。我刚转学过来，我看到他，我说哇，牛顿。很想要融入他们，就他们不懂我的，就他们天天说我穿凉鞋土，他们不懂我的快乐。我觉得他们不懂我下雨天竹杖凉鞋轻胜马的快乐，他们打车回家了。我一直有在尝试融入厦门这个城市，我一直在学闽南语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学会，但我学会了纯正的闽南口音普通话，导致我很容易被人当作纯正的厦门人。小学的时候，我经常中午会去吃沙茶面，有时候我点菜点到一半，阿姨就会突然切成闽南语。我说大肠、猪血、鸭血，她就说：“哎呦，阿迪啊，出来吧，猪家来讲沙爹米。”我说好。Shut up, just give me the bloody noodles. 很想要融入大家，男生嘛就很喜欢攀比鞋子，对吧？大家都穿一款同样的鞋子。我记得有一年初3很流行一款滑板鞋叫 Vans， 哇，我就去存钱买了我又舍不得，就是一双布鞋卖我300-400块钱一双，我就去买了一双 Vans 的平替，就是它跟 Vans 完全一样，但它没有 Vans 的标签。但这双鞋啊，它只要没有 Vans 的标签，它看起来就像一双老头穿的鞋。我本来以为我能驾驭得了它呢。直到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，发现我的鞋子被我爷爷穿走了。我发现我很难融入大家的逻辑，我经常很难进入大家的逻辑，就好像我以前大家都上节目，我就不上节目。今年我上节目了，哎，有2个节目，就好像我融入了大家，哎，大家分家了。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今年为什么一定要有2个节目，好像资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一样。对吧？就现在看个综艺很难，你还要研究制作团队。之前我看个综艺，人家跟我说，哦，你看这个综艺你要去那里看，你看那个综艺你要到这里看，我去哪里看？我会员充在哪里就在哪里看。我只是消费者而已，我也不想管你们的资本逻辑。你真的在乎那些资本分分合合的事情吗？你们在乎这个电子公司合并了那个科技公司，这个公司合，你们那么喜欢合并，你们把共享充电宝合并了吧？我喜欢玩这个玩具呢，是因为我觉得玩具本身好玩，不是因为这个玩具能赢过别人的玩具。我姐姐当时送我那个车呢，它的学名叫回力车，其实挺好玩的，就拉着弹，对吧？挺好玩。但是小伙伴就一定要跟我比，他们拿他们的正版四驱车跟我比。我说行吧，那就比一下吧。我们就在县城的马路边拿那个粉笔画了一个起跑线，他们就把四驱车开关开好，然后按在那里。我也把我的回力车按在那里，然后往后退。我说我让你们2米，我那个车弹出去跑了10米就停下了，但他们的四驱车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谢谢大家，小罗。